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李玟和张丽是一对普通的夫妻，两人在一家公司相识相爱。李玟是一名普通的办公室职员，张丽则是公司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。他们在相识后不久便陷入了热恋，彼此深深吸引着对方。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呢？有一天，张丽突然问道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张丽会心一笑，握住他的手。我也是，我一见到你就知道，这辈子非你不可了。就这样，两人在同事的祝福中结婚了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结婚20年来，李玟和张丽一直都是置生活，平摊家庭开支。虽然生活平淡，但两人相敬如宾，夫妻感情一直很好。只是最近张丽突然查出身患重病，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。李玟每天下班回到家，都会细心照顾生病的张丽。有时候做完家务，他会坐在张丽的病床边，轻声问道：身体好点了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张丽虽然病重，但看到妻子关切的眼神，总会强打精神说：没事，好着呢，你别太操心了。李玟却能从她苍白的面色中看出，丈夫正在隐忍着巨大的痛苦。她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想办法让张丽早日康复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李玟都会独自坐在客厅发呆。她看着窗外明灭的路灯，脑海中浮现出和张丽的点点滴滴。20年的时光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如今好不容易过上了安稳的生活，却被一场病魔无情打断。李玟暗自腹诽，但很快又释然了。得病是无法预料的，关键是要有信心，共同度过难关。他看了一眼卧室里安睡的张丽，下定决心不能就这样被困难打垮。只要两个人同心同德，就一定能闯过这最后一关。文文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张丽轻声说道。李玟正在厨房做早餐，闻言走了过来。什么事啊？你说。我最近看病花了不少钱，所以想要你帮帮我，能不能借给我一笔钱？张丽低着头，不敢直视妻子的眼睛。你要钱做什么？李玟坐到了张丽身边，关切地问道。李玟点了点头，又问：可是你为什么不问我有没有钱呢？直接就让我借钱给你？张丽的脸顿时涨红了，他没想到妻子会问这个问题。如果我真的没钱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李玟继续逼问道。张丽哑口无言，低着头不敢作答。最后，李玟叹了口气，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：这20年来，我们过的日子值不值？面对妻子的质问，张丽哑口无言，面露难色。她从未想过李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，一时间竟知无不能作答。内心深处，张丽感到无比内疚和自责。作为一个丈夫，他不仅没有为家里分担重担，反而还想向妻子借钱度日。想到这里，他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看着张丽无言以对的样子，李玟的心中五味杂陈。他回想起多年前两人是如何相识相爱的。那时候的张丽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，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感动不已。就连后来两人结婚，决定置生活，也是出于张丽的提议。他说这样两人就能平等相待了。一路走来，李玟从未后悔过嫁给张丽。虽然生活平淡，但两人相爱有加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就在李玟陷入回忆的时候，张丽突然开口了，打破了房间里的沉寂。文文，我知道我这次做错了事。张丽垂头丧气地说，我不应该瞒着你借钱，更不应该让你操心。说到这里，她放声大哭起来。
泪水簌簌地落在被单上。张丽的身体微微发抖，她觉得自己是个罪人，根本不配做李文的丈夫。听到张丽的诚恳忏悔，李文的心情五味杂陈。一方面，她对丈夫赌博输钱的行为感到失望；另一方面，她也能理解张丽当时的无助和犹豫。经过片刻的深思熟虑，李文做出了决定。他站起身，轻轻拥抱了张丽，在她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。我知道你这次是出于无奈才做了那样的事，不过我也希望你能从这件事中汲取教训。李文语重心长地说，我会把钱给你，但你必须向我保证，从今往后不能再赌博了。张丽被妻子宽容的态度深深感动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他用力点了点头，在妻子温暖的怀抱中痛哭失声。不行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张丽挥手拒绝，泪水滚烫地划过脸颊。我这次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，我应该受到惩罚，而不是被原谅。说着，他几乎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跪在地上痛哭。文文，我真是个罪人啊！我背叛了你对我的信任和爱护，我不配当你的丈夫。张丽喃喃自语，语气中满是自我厌弃。让我离开吧，我要去赎罪，再也不能伤害你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场意外发生了。张丽剧烈的动作加重了她的病情，当晚就出现了高烧、呼吸困难的症状。最终，李文不得不拨打急救电话，将昏迷的张丽送往了医院。在医院里，李文像行尸走肉一般，日日夜夜守在张丽的病床前。每当看到丈夫虚弱的模样，她的内心就会被巨大的痛苦和自责填满。偶尔，医生会过来和李文交谈，告知他张丽的病情。可是李文的大脑已经无法很好的工作了，他只是机械地点点头，却无法理解医生在说些什么。夜深人静时，李文会独自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看着窗外明灭的路灯，陷入沉思。他在反思这20年的婚姻生活，对于志的做法是否正确，再三怀疑。如果当初她能更体贴丈夫一些，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悲剧了。就这样，李文开始反思起他和张丽20年来一直坚持的志生活了。在他看来，这种生活方式虽然追求平等，但也存在着一些隐患，比如当一方遇到困难时，另一方未必能体谅对方的处境。再比如，这种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放大了双方的自尊心，导致谁也不愿先示弱，求助于对方。李文开始觉得，或许他们应该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了。一个幸福的婚姻需要相互的体谅和包容，而不应该是非黑即白、你死我活的态度。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，李文还专门打电话向亲友们咨询了意见。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只存在一些隐患。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虽然不太公平，但更能让夫妻体谅彼此。就在李文反思人生的时候，张丽终于度过了难关，病情好转，得以出院了。一切终于尘埃落定，是时候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出院的那天，张丽主动向李文道歉，诚恳地说：“文文，这次真的是我做错了事，我向你道歉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赌博，也不会隐瞒任何事情了。”李文点点头，也向丈夫道了歉。我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做法，我们应该互相体谅和包容，而不是计较是非对错。就这样，夫妻两人携手并肩，誓言要从今往后互相扶持，共同度过人生的难关。他们深知，只有真正用爱去包容对方的缺点，才能走得更远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
几年过去了，这一天，李文正在客厅里整理旧物，张丽则坐在他身边，看着妻子忙碌的身影，眼神里满是宠溺。文文，还记得几年前的那件事吗？张丽突然开口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沉重。李文会意地点点头，把手中的旧相册放下，依偎在丈夫的怀里。那件事确实让我们夫妻关系遭受了重创，但同时也让我意识到，一个幸福的婚姻需要互相体谅和包容。张丽说着，温柔地拥抱住妻子。是啊，如果不是经历了那次磨难，我们可能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看不到对方的需求。李文感慨地说，两人就这样依偎在一起，回顾着人生的点点滴滴。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挫折，但最终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，而且比以前更加体谅彼此了。就在这时，窗外落日余晖把整个客厅都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。李文和张丽相视一笑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感恩。要不是当年发生了那件事，我们可能永远也体会不到互相理解和包容的重要性。张丽感慨地说，她的手下意识地捏了捏李文的手掌。不过，最终一切都好起来了，这就是命运给予我们的馈赠吧。张丽微笑着说。李文感激地看着丈夫，心中充满了感恩。她想起了当年张丽住院时的场景，那段日子对她来说就像一场噩梦。她甚至一度以为自己会就这样失去挚爱的人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决定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婚姻了。李文坦白地说，我不再固步自封，而是学会了包容你的缺点。张丽会心一笑，伸手拥抱住妻子。我也是啊，我终于意识到了你对我的重要性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做过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两人就这样依偎在一起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他们都觉得曾经的挫折只是人生的一个插曲，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，而且比从前更加珍惜彼此了。以后我们要好好把握现在的生活，不要再让彼此受伤了。张丽诚恳地说，我会用余生所有的时间来好好疼爱你。李文点点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。他很庆幸当年没有选择离开张丽，而是坚持了下来。正是这份坚持和包容，让他们最终重拾了信任，走出了阴霾。就在这时，客厅里的座钟发出了清脆的鸣响，打破了房间里的静谧。张丽和李文相视一笑，站起身来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转眼间就是吃晚饭的时候了。张丽说着，拾起桌上的菜谱。今天你想吃点什么？李文想了想，笑着说，不如做你最拿手的红烧肉吧。我最喜欢吃你做的那个了。好说，听你的。张丽欣然答应，随即走进了厨房。李文则坐在客厅里，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，内心感到无比宁静。他想象着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和张丽相濡以沫，白头偕老。即使途中会遇到一些挫折，但只要他们互相理解和包容，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。就在这时，厨房里传来了张丽熟练的动作声和食物的香味。李文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有了张丽的陪伴，他觉得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充满阳光。他相信，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就一定能够走到人生的终点。而曾经的磨难，只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学会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而已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